好，不要了，你会呀。大家好呀，我是阿林。在马来西亚西海岸有一座被马六甲海峡温柔环抱的古城，斑驳的城墙镌刻着600年的沧桑，彩色的骑楼诉说着多元文化的交融。这里就是马六甲，一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活博物馆。15世纪初，当郑和率领的庞大中国船队停靠在这里时，马六甲王朝正迎来它的黄金时代。作为当时亚洲最重要的贸易枢纽，来自印度、中国、阿拉伯和欧洲的商船在此云集。1511年，葡萄牙人用炮火轰开了马六甲王朝的城门，开启了东南亚最早的欧洲殖民统治。1641年，荷兰人接踵而至，掌管了马六甲183年。而广场中央的维多利亚女王喷泉，则默默见证了大英帝国在这里的殖民岁月。机场街作为马六甲最著名的老街，林立着风格融合的百年老屋，这其中有色彩斑斓的葡萄牙彩砖，也有精雕细琢的中式木窗。在马六甲，几乎每一座古建筑都在讲述着不同文明相遇的故事。今天的马六甲既保留着历史的厚重，又焕发着现代活力。许多人会身穿娘惹服饰在骑楼间漫步，还可以坐着小船游览马六甲河。而夜晚的机场街夜市，则是将热闹气氛推向顶峰。每当周末夜幕降临，历史悠久的机场街便焕发出别样的活力。暖色的灯光映照着保存完好的百年建筑，浓厚的文化氛围下汇集着各种街头美食、琳琅满目的小商品，还有马六甲特色伴手礼。机场街夜市的美食种类堪称舌尖上的马六甲，既有传统中式餐点，也有地道马来西亚风味，还有灵感来自其他国家的各种创意小吃，让游客们在短短100米距离内就能享受多元的味蕾体验。这家炒粿条的摊位非常火爆，据说马来西亚最好吃的炒粿条在槟城，所以招牌上也写着槟城2字。那里同时也是炒粿条的发源地。现在炒粿条是许多小吃摊的主打餐食。当时的华人移民将传统中式炒面改良为使用当地食材粿条，这道菜很快就在槟城流行起来，并传播到马来西亚其他地方，还有新加坡。
干嘛？好，好，这里面有位置可以坐完啊，这边有位置可以坐完。很重要啊，要坐那个位置。不能手去看就可以了吗？另外2份里面有位置可以坐完。最重要就是我们的下圈。để chạy đây là尖蕊是马六甲特色传统甜品，包括刨冰、红豆、椰奶和椰糖浆。深褐色的椰糖浆是马六甲尖蕊的独特之处，浓郁的焦糖味与醇厚的椰奶完美融合。还有最具特色的绿色斑斓果冻条，它是由米粉、斑斓叶汁、绿豆粉等制成，口感软糯，带有清新的斑斓香气。每逢华人的传统节日，机场街更是格外热闹。春节时会有舞龙舞狮，元宵节灯笼高悬，到了端午节、中秋节，街头同样会有隆重装饰。很多来自中国的游客都会感叹到，马六甲的中式传统节日气氛甚至比国内还要更浓厚。让你微笑起来，勇敢起来，忘不了。自从那一天，还有什么话？那么最后，我祝我们总团这一次真的你们真棒。机场街其实是取自闽南语“街场街”的谐音，成为唐人街则是源于郑和下西洋。600多年前，郑和从中国福建出发，亲下西洋，其中有5次驻扎在马六甲，等待季风变换，并在机场街一带设立官场以储备物资。这片最初的官场旧址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，而后又成为华人下南洋的落脚点。随着时代变迁，机场街一度沉寂，房屋老旧，人口迁出，失去了往日的喧嚣。自2000年，马六甲州政府逐步开展了对老街区的修复和改造，这其中就包括在每周的周5至周日开办观光夜市，举办各类节庆活动。
2008年，机场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如今的街场街集古迹、文化、休闲为一体，吸引着各国游客前往体验马六甲的风情。除了美食，夜市上还有许多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和旅行纪念品，比如色彩斑斓又精致的娘惹服，充满南洋风情的装饰画、冰箱贴、钥匙扣等等。在这里边走边吃边逛，一定会选到自己心仪的小物件。这些歌手哪里知道在外国人看到过？看看上一个已经是冰淇淋。我们准备的考一考，现在还可以考一个唱片公司，这过人才唱歌的歌手过人才，我们和妇女组的全国妇女组主任也是在里面，他也是会唱的，等一下叫唱一首，好不好？好，叫我们的会长，好，叫会长唱一首来。你认识我吗？不会啊，认识我吗？认识一条在认识28号的。晚上好了呀。随便吃什么。快完了，快！天马来选4粒5块，有猪肉的，有鸡肉的，任你选4粒5块。来，tim sama boleh 4 biji maling ya?
关模式会分的然后大水这样子，水很用，冲凉很舒服，不会痛了。然后水会节省水会变大就对了。小水你放在去马上变大了，就变大。椰糖是马六甲很有名的特产之一。椰糖呈现出深褐色，散发着很浓郁的焦糖香气，质地坚硬但很脆，入口即化。圆柱状外形是因为起初糖浆会被倒入竹筒中进行冷却，广泛应用于各种东南亚甜品和饮料中。马六甲椰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马来西亚的殖民时期，当时的制糖业极为发达，马六甲椰糖因其独特的风味，逐渐成为当地重要的特产。马六甲椰糖的制作过程非常独特，其原料是椰子树未开花的花冠枝叶，加热熬煮成糖浆。麦芽糖经过不断的拉抻，最终形成如发丝般的细，这便是龙须糖。龙须糖又称龙须酥，是很有名的传统中式甜点。相传，中国明朝皇帝在游历民间时偶然发现了这种美味，并将其带回宫中，命名为龙须糖，成为宫廷御用点心。历史悠久，加之制作工艺独特，时至今日，在中国，龙须糖仍然是很受欢迎的地方特色小吃。在马六甲夜市上见到现场制作，实为难得。我不要了，有没有？
只要那种我喝喝茶，就当反正开心。OK， 走，拜拜，拜拜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 2块啦，叔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没有10点半，没有11点，你不看到？娘惹糕是娘惹文化中美食的体现。这种小巧精致的甜点融合了中国南方糕点与当地马来风味。主要食材是西米，绿色通常来自于斑斓叶，口感软糯且带有嚼劲，甜度适中，满是清新的植物香气。娘惹糕的种类其实非常繁多，并且每种糕点都有它独特的风味和制作工艺。
来的这个们，来的三毛，俺里面包机。来的三毛。什么来的？现在很多人养了，这个开始有人养。那个很美女。哦，这个是椰糖哎。作为马来半岛上最古老的海港城市，马六甲在1511年至1957年间，先后经历了葡萄牙、荷兰和英国3个殖民时代的洗礼。这段长达446年的殖民史，为这座古城烙下了独特的文化印记。葡萄牙人在圣保罗山修建了圣地亚哥城堡和圣保罗教堂，残存至今的遗迹彰显着那个大航海时代的野心。100多年之后，荷兰人在市中心建起了红屋广场，用标志性的橙红色砖块重塑了马六甲的城市风貌。1824年，维多利亚女王喷泉和哥特式钟楼被英国人植入了荷兰建筑群中。
至此，在马六甲2平方公里的古城内形成了立体的历史建筑群。漫步机场街，可以看到这里保留着很多中华风格的老宅，尤其是闽南式的瓷雕与燕尾脊。街角的庙宇香火缭绕，路两侧分布的南洋骑楼建筑风韵依旧。这些2、3层高的老屋融合了中式飞檐、葡式百叶窗与荷兰殖民风格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娘惹大宅，这座建于1861年的豪华宅邸完整保留了当时的生活场景，以华丽的瓷砖和雕花木门展示着巴巴娘惹族群精致的生活美学。巴巴娘惹是早期中国移民与马来人通婚的后代。15世纪起，随着郑和下西洋和华人移民潮，中国商人开始在马六甲定居，并与当地马来人通婚。其后代男性称巴巴，女性为娘惹。他们既保持着中华传统，又吸收了马来语言、服饰和饮食习惯，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融合。